闲来无事就念一下之前自己写过的文章。我说过我写过很多文章，这样对焦对的不太准，不过没有差了，反正没有关系。标题叫做"人人都是美食家"，人人都是美食家哈。我一直搞不清楚所谓的吃货，货品的货，到底是一种称赞呢，还是在说你是一个就是食量很大？当然，食量很大也不见得是一个贬义词啊，只是因为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就说我很会吃东西，就吃的量很多的话，不见得是好事哈。但是如果吃货是在形容说你这个人懂得吃的话，那这定义就比较麻烦了。然后事实上，要能够真正的称得上吃货，或所谓你要把它画上等号，跟美食家来做一个对应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君不见这个网络上现在很多很多的吃货，某某人是吃货，这个某某影视明星是吃货，我的朋友是吃货，我的同学是吃货等等。填土之道有道理，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我翻了一篇我之前在2018年写的文章，人人都是美食家。因为那个文章就在我的前面所以我就直接看这个来念。我说过了，我这文章如果不分享，那一旦我走了，这些东西就没有了。虽然说也没什么了不起啊，但是就是能分享的时候还是尽量分享。因为我不打算要把我这个网站给开放出来我不喜欢人一旦过去了之后呢，我自己就是人家还可以看到你的东西，相关的东西，不管是怀念、纪念，或者是单纯想到这是谁写的，我个人是不喜欢。我觉得人过去了就过去了。虽然我们还搞不清楚所谓的人的人生的意义因为人跟这个手表一样，都只是原子分子构成的嘛，再往下就夸克嘛。那弦理论那些东西都也没有真正的证实。那很难理解说为什么同样都是原子分子构成的东西，这个东西本身没有思想，我们人有思想，对不对？所以人过去了就过去了吧，就化为尘埃。所谓的大千世界的里面的一个各个分子，然后我们就会形成另外一个物质。讲这个有一点太偏离主题了有感而发。人人都是美食家，这是2018年12月3号我写的文章前天联合报有提到，花莲有些店家联合宣告谢绝部落客的美意他的谢绝有打括号，美意有打括号，所以这个有一点讽刺的意味在里面嘛。可能的原因有三个：一，刻意的美意，就是这个部落客的美意是有代价的，而且代价不菲，这是很现实，而且关系到诚实度的问题。这样对店家来讲，不见得是一个好应付的事情嘛，对不对？
因为你根本不晓得他们写这个东西的意义会不会有，因为这世界上百款的人，有些人是很真心诚意，有些人就是在商言商，好，叉叉玩家，好，这个东西难道就是真的随便就碰？台湾太多美食新闻了啦，然后你也知道说很多美食新闻讲的都基本上也不见得好吃啊，基本上我觉得有挂上那什么招牌，叉叉玩家，叉叉什么电视台啊，什么有来拜访过的，如果有很多家都来拜访过，那也许是还不错。如果只有一家两家这样拜访过，那就算了。可是，在台湾就这么小，有一家采访过了，有另外一个报纸、另外一个杂志、另外一个媒体、另外一个自媒体，他可能就来采访了。所以，现在讲多或少，其实也不见得可以当做一个判断的依据哦。有时候你还是要本身要懂得吃了，因为如果你懂得吃的话，你借由这个你在观看这个Google Map 上面的一些评论或照片的时候，或是他们的价格、地点、设计、食材的样子，食材的种类，食材所呈现出来的样子，那些东西都有助于你判断说这家店到底好不好吃，好，远比人家用手写的还要好。当然，你需要经验的累积。我之前有谈过所谓的美食的。什么叫美食？美食的意义，美味的意义，美味的定义是什么？我分了三次来讲这个东西哦，各位可以往前回去查。第二点，太夸张的美意，一看就知道矫揉做作，效益反而不佳。就是说，好，他有心帮你写这些东西，有意无意的，有代价没有代价了，但是。一旦刻意要写某些东西的时候，因为它不是真情流露嘛，所以有时候讲的会稍微夸张一点，就变成太夸张的美意，让人家一看就知道，矫揉做作，就是像广告词一样，你就效益反而减少了。这个东西其实有一个题外话可以说，就是说，像我觉得看电影一样，你看那个电影，那演得很用力，或者是那种被坏人追杀的时候，只会跑，一定会跌倒啊。然后明明坏人在追杀你，你就算是你只会这样反抗说啊，不要杀我！你难道拿一个酒瓶出来跟他对打都不会吗？有人要来追杀你，要来欺负你的时候，你第一个应该想的是找武器吧？就算跑，你也要找到武器。你拿一个简单的东西，就像我刚刚讲，拿一个酒瓶，啪敲碎一下，它就是一个尖尖的武器啦。完全没有武器，然后就是这样，然后这样，就那种看得很出戏，你知道吗？我都不懂为什么一定受害人跟这个加害人之间实力可以很悬殊，但是受害人你都不晓得要抵抗吗？不晓得拿东西来抵抗吗？难道你们两个就只是在那个 Matrix 那个骇客任务里面的那个一个虚无的房间里面，只有2个人而已？所以你手无寸铁吗？不可能嘛！讲难听，把报纸卷起来，沾水把它卷起来，它也是一个武器啊，对不对？它至少可以抵抗嘛。衣服把它卷起来弄湿，它就是像一个皮鞭一样啦，都可以抵抗啦。衣服弄湿了。那个刀子这样劈下来的时候是可以挡得住的，除非是这种大刀吼，不然它是可以挡得住。然后你拿当鞭子这样抽，其实打到也很痛啊。太夸张就不好了，就是太过矫揉做作就不好。第三，某些主动的美意，店家拒绝，店家会拒绝哦，我不需要，我本身已经很有名了。但是写手或行销公司。反而恼羞成怒，因为我赚不到钱啊！匿名假账号乱掰或攻击，烦不胜烦。有没有这种状况？有啊，你不给我写，那我就匿名来攻击你。争论起来反而影响声誉，也浪费时间。
我当时为什么会写这一点，是因为呢，我当时认识一家之前这个文章已经快要8、9年前的事情，那个店已经关了啦。但是在我写这个文章的时候，他其实经营了10几年了。我还曾经，因为我曾经上过电视嘛，我还曾经在他们的那个餐厅里面呢拍，后来把电视团队带过去拍那个我们在餐酒搭配的样子。那老板对我很好啊，也会跟我聊天，聊很多东西，是一个真正的天才，料理天才哦。但他已经关了，他就是饱受所谓的这种美食家的这种批评攻击，甚至某些是很恶意的曲解事实的。然后他又是有一点那种职人的心态，会觉得有些东西真的kimoji 一来就会觉得不爽，会想要反击。后来他索性就不开了，反正钱也赚够了。关于第3点，就是我刚刚讲的主动的美意店家拒绝，然后这些写手或行销公司、YouTube 的经纪公司等等呢，反而会用匿名假账号来攻击，造成争论，影响声誉或是带风向。关于这一点呢，大概我当时写的时候是2018年，但是我这边写说关于这一点，大概7、8年前有一个例子，所以这个例子是起码15年以前的事情了。好，早年我要讲了，台北的有一间叫做阿正厨房，阿正厨房吧，一个土字旁在一个方比较上了年纪的酒友应该会知道这间餐厅。这个餐厅其实我觉得它也不收开瓶费，它是一个蛮好的一个 fusion 的一个融合西式、台式、中式的一个餐馆，而且老板本身是很有天分的。这个我吃过他不少的料理。那家餐厅应该是我台北除了 Tudo Bello 之外，我之前还蛮常去的餐厅，应该可以排第3、第4名左右吧。当时啊，现在就已经10几年前就关了。我这边写大约7、8年前，现在换算就是10几年前，有一个例子，台北阿正餐厅的网络留言事件。当时店家和顾客在网络上吵得不可开交，而且整个过程似乎经过某些操作，那种操作呢，你觉得会是店家想要操作吗？因为那是坏的名声，店家通常不会去想要不会去想要做坏的行销似乎有经过某些操作，甚至某些媒体也去采访了，台湾就是这样啊，嗜血的媒体。只是隔空论战容易失焦，因为你们不是当场1对1的辩论嘛，所以你讲完话，然后再隔空再登一个报纸或登个什么东西，人家没办法反驳啊。隔空论战容易失焦，说不清楚，然后线上网友吵了一阵子之后离开，因为这些东西本来你去吃饭这些人就是个过客而已啊。然后结果是留下来继续经营的店家最终受到影响，许多不明就里的网络朋友因为这件事，就是他只听到一些风声，或是他根本不明所以，最后放弃了到阿正品尝美食的机会，殊为可惜啊！真的，当时就是这样，就他损失了一堆顾客，那些顾客有没有去吃过？没有吃过。我讲过，一个餐厅你没有吃过几次，你根本很难判断说这个餐厅的水准到哪一个程度，不一定说很好或很坏，而是合不合你，然后你可以推荐，或者是说你就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但是如果你连试都不试，你就因为看到某些消息就没有去的话，损失的是你自己啊！当然餐厅不见得一定要亲自去。你如果看那些照片什么，已经看了大概就是这样子的话，那味道其实不会差太多的，就是也不见得每间餐厅都要亲自拜访。
但是如果本来就已经有名气的餐厅呢，没有去吃之前，你只听别人讲都是不准的。虽然阿正生意还是很好，我讲说有很多这个新顾客不去了嘛，因为真的懂得他烹饪水准的老客人，在少了这些杂七杂八的过路客影响，吃饭反而是安静开心。然而发生这样的插曲，不但浪费时间，也打乱了心情。所以阿正就是这师傅本人创作受到干扰。原本开开心心经营一家美食餐厅呢，遇到这种事情，就是让自己心情不好，那就已经失去了经营餐厅或是所谓创作的本意。我之前弄这样的团体，不弄粉丝团啊，不公开呢，其实也是在于此，因为我不想要跟人家去比战啊。比战这种事情呢，就像辩论一样，你两个程度要差不多相当，你的立场可以相左，但是你的程度差不多相当，你去比战才会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不同方向去解释某些事情。但是如果一个在这里，一个在这里的话，你跟他比战的结果只是更多时间你是在教他，然后他还不知道，因为他认知太少了，所以这种比战呢，只是很浪费时间而已。我这个团体当时就只是为了要在我母亲生病的时候打发时间，然后赚一点钱，所以我并不想要公开，更何况是粉丝团那种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谁会进来的。我这个团体后来当初还也不是粉丝团，但是有开放一些朋友可以进来，人家介绍我就让他进来。但是后来我也会筛选，我觉得某些人实在太烦了。第一个提的问题可能很 low， 或者很计较，或者很怎么样贪小便宜，那些人我慢慢就把他们剔除掉了，然后最后甚至变成会员制。话说回来啊，即便那种秉持好意、热心推荐的文章或留言，不管是我的网站，或是阿正这个事件，或是别的餐厅等等，因为写的人自身没有太多的美食经验或是饮酒的经验，能提的东西很浅，也很少，大多只有照片充数而已。当照片很多人会拍啊，对不对？因为这几年的数位相机甚至手机的兴起，你看这20年来的这个所谓的网络文化，这跟以前只有看报纸记者什么那种是完全不一样的。猛看一堆这种美图啊，文青式的美图，有些拍餐厅不是拍菜，是拍这个很 feel 啊，介绍整个这样。一只猫在那边啊，或者怎么样，这个摆花束啊或什么的，是感觉起来是很漂亮，可是那种感觉比较像在介绍餐厅，而不是介绍这个菜是味道是什么。因为当然我承认餐厅漂不漂亮很重要，因为它会影响到你去吃饭的心情，没有人会愿意坐在一个旁边是收水桶的环境底下吃饭嘛，所以这种外在的环境当然是需要的，但是更必要的东西是东西要好吃干净才可以。如果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东西卖的不好吃的话，你真的就只去打卡拍下这餐厅，那这样的东西你会去介绍吗？我是不会去介绍，除非我的着眼点是在于说，这个地方很漂亮，会让你觉得东西咖啡不好喝，东西不好吃无所谓，但是我在那边可以一个休闲的一个人的下午。好，用这个角度来写，我同意，这我没有意见。但如果写餐厅的话，我还是希望能够回归到那个属于它既然叫餐厅嘛，我希望回归到餐厅的本质。因为在我们的这个
现实的社会里面，好像没有一个地方是专门让人家去发呆，就是整个这个里面的装潢很漂亮，让人家去发呆，然后你一定要点个饮料，不然那个这个消费者这个经营者怎么收到钱呢？我突然想到很早以前大概30年前，那时候台湾还有那种不是漫画出租店而叫做漫画王，可能老一辈的人就知道，他就提供很多书籍、漫画、报纸、杂志等等的很多，然后占地很大，它有小包厢，可能是开放式的，可能是密闭式，通常都开放式，然后你去里面呢，点的东西可能喝个饮料、吃个泡面、吃个水饺这样简单的东西，但是它让你在那边可以发呆，然后看书，甚至有人在那边工作写点东西。也有咖啡，它有一点类似像咖啡跟这种小说出租店的综合体，但是它的又不是那么讲究 feel， 可是它如果弄得干干净净，给你一个空间的话，其实我觉得在那边待着会比去所谓的文青咖啡馆要舒服，因为文青咖啡馆东西也比较贵，然后第二个是可能规矩也很多。你到那个地方，其实背景有一点吵吵闹闹的那种白噪音，其实都还好。最主要是你设计的很好，那个每一个区都隔开的，你可以不会像咖啡馆一样，我看到对面那一桌的人在干嘛，他在看到我在干嘛，那有时候会有点尴尬有一次我在一个咖啡馆那小小一个咖啡馆，它的座位就是一个这样排出去，然后最外面就是一个落地窗的一个大的窗户。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很早就去，我都坐在最里面最后面的那一排。然后陆陆续续有客人来之后，我前面就2-3个人看到这一路坐过去。所以后来我还拍一张照片，我说我这样坐着的时候呢，因为每个人都有电脑嘛，那是咖啡馆结果我这样坐着起来一看，我突然觉得我自己好像是邮局的这个局长吧，然后前面都是行员的那种感觉，或是银行的这个行长，前面都是行员，然后最前面是柜台那种感觉，因为那种感觉真的很奇怪，没有人会我坐这个方向，那另外一个人坐跟我这样面对面的方向，但看起来很奇怪嘛，所以大家都会往前看，那一看的结果会变成我坐在最后一个，然后前面盯的都是人的那种感觉，就一瞬间就突然觉得有一种老式的公司或者是公务机关的那种感觉。把话说回来即便那种秉持好心热心推荐的文章或留言，因为他们只会拍照片而已，所以这些美图呢有用，但是它实则浮面花俏就太花俏了，对于读者而言并没有提供太多的实际而有用的内容。我是指说跟吃有关的东西所以你也没办法判断。类似的文章呢，网络非常多，当时就很多，现在当然更多了。因为这是一个大家都是YouTuber， 或者是大家都是一个这个 IG 各种那种媒体的这种资讯发布者的时代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小的自媒体。即使大多经营者很真心他们真的很真心但是因为参考性不足，你如果按照他们写这个东西前往踩雷的几率往往非常的高。最好的判断方式是看客群，就是这个写的这个人他拜访的那些餐厅跟自己的生活属性这个相似度是不是高高的话他才有参考价值。实际拜访或仔细研究这个部落格阁主或是他朋友，或是这些Google 地图里面的这些留言者观察他们的年纪属性，还有曾经推荐过的餐厅与食物，
比对和自己的喜好中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就是我觉得不错，他们觉得也不错哦。我觉得不好的看不到他们的留言哦，通常就大略能够猜出，借由这个写的人呢，你可以猜出这个餐厅是否是自己喜欢的类型。Google 地图里面的照片及负评是非常实用的资讯。注意我提到的是负评哦。虽然有人刻意留负评，但是有些我觉得会写好东西的时候，往往会弄一些很辞藻美丽的东西。但是负评一定是往往他真的感受到某些东西不好，除非是很恶意的那一种的哦，就是故意要跟你吵架，留个1星的。有些3星、4星的那种，他有他的参考价值，他会写是某些东西他觉得怎么样，那个东西是有价值的哦。我个人觉得负评是比较有价值的哈，对于消费者而言。然后另外，照片会说话，照片可以看出师傅的用心与否哦。你看那个照片，它的菜的设计，你就知道说他到底是不是有花精神在设计这个菜色。我前面讲了，负评通常有故事，特别是那种字很多的。还有前因后果的那种负评，你仔细读完过程里面的是非对错，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究竟呢是写的他是 OK 哦，餐厅是很好，他是 OK， 或者是他是很热心诚实的客人，然后店家本身有问题。其实，在这个文章里面，是可以解读出来的了。你看他用词遣字就知道了。这年头呢，因为网络兴起，有自我原则及规矩的店家越来越多。我不说这是职人的精神哦，他们有他们的规矩，我也都没有意见。但是有时候那种规矩的东西是。虽然说那个店是老板开的，你说老板讲说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我也没有意见，因为我开店的话，我也有我自己的规矩嘛。但是，有些的规矩太过离谱的，你就会觉得对于这种店家真的就敬谢不敏啊，敬谢不敏。好，不过话虽如此我很喜欢这样明定一切且确实执行的餐厅，因为通常提供稳定美味的料理，而且剔除掉会影响食欲及心情的课程。就是说同温层嘛，你把你自己的同温层抓住，包含老板，吃起饭来呢，通常会比较开心。这是我在2018年12月3号写的短文然后自己又加了一些东西，讲一讲也半个小时了，好吧？因为这阵子真的心情非常非常不好，所以我不想要讲太严肃的东西，就提一些之前写过的事情。我最近真的对人生有很多体悟啊。觉得人生很没有意思，然后这边有很多酒，我都想说我的酒该怎么办才好。填土知道有道理，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我理想中的人生。拜拜。